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柚子，这是我们工作室的新节目。今天请到工作室的老板，也就是过去曾经有少年蔡师傅之称的蔡13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老师。今天会请你分享你年轻时候有关于你跟工作室的故事。我们会以看照片说故事的方式分享。这些故事简单说，我毕业之后依然维持着对美术的学习在台北、台中工作2年之后就回台南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自修大概有半年吧，算是一个很封闭的日子。那四处找工作也没什么下落，住的就是楼顶屋啊。再过了2年，我在中北部所学的在台南大部分都没多大用处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那个时候像 POP 啦就已经被影印机取代了对美术应用的工厂在招募人这样子而已啦。所以你后来就进到工厂去工作咯？对，我最初应征的是西洋雕像，就是那个人体雕像，什么大卫啦、维纳斯啦、尿尿小天使这类的雕像。我很喜欢团体式的工作，都像我在百货公司当美术人员一样，像照片里面这样子大家一起布置、一起动脑、一起完成，然后最后一起庆功。那时候应征的这家公司，老板应征我的是那个佛像的制作，我就认为这家公司有转型的机会，我就留下来。那这样听起来很棒啊！你怎么最后没有继续留在那间公司？看一下，还行。那这样听起来很棒啊！你怎么最后没有继续留在那间公司？刚开始那间公司还有一些计划书啦，也是跟那些同事一起完成一些作品，像这个土地公。可是我就是菜鸟，只能当配角，他们也不太知道我能够做哪些事情。不过我总是喜欢跟同事的那些气氛，很开心就是了。结果后来原先要按照计划书执行的那个老板就反悔了，就叫我做什么罗马柱之类的。那我工厂里面我还负责量产，带外劳生产，外场还要安装。爬高楼啦，又没什么安全措施，几次发生了有危险的机会最后跟我想的完全都偏离掉了，我就离开公司了。我一离开就有同业来挖角。挖角？那挖角也是做罗马柱吗？对，就是继续做罗马柱。一样就是做罗马柱啊，做西洋雕像啊，材料都是玻璃纤维啦，对身体影响很大。后来我就干脆就继续做自修这样子。自修的项目有2种，一种是我自小熏陶的显教的佛像，像照片上这一种；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我想要的东西，就是这样日本的佛像这样。这个部分我先唠叨一下，做个重点。这段话是要对特别的一些年轻朋友讲的，你自修是可以的。但是要有外援。如果你还年轻，大概20几岁，最好打工来支持，设定一个题目，短时间半个月、半年、几个月，完全去投入。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老师是最好的，甚至找到可以问的前辈，这样不要像我用那个省钱的方式自己摸索，饿肚子又没有成果，最后只有练出什么？练出有耐性啦，还有练出耐肚子饿啦。你不懂得刹车身体最后都会搞坏掉。柚子回到第1张一下。好，这张照片是还没有完成的佛头是一尊大佛的前身，后来要用这个佛头当基础。你知道吗？我后来那个倒数第2间公司他把这个佛像跟礼仪公司做结合。就是现在台南市有一些
葬仪社前面不是有那个前导车嘛，就都是有那种西方三圣，西方三圣阿弥陀佛那种，这个佛头就是那个作品的前身了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这个阶段之后嘞？这个阶段之后，我就一样去工厂四处打工啦，做到有一些小名气哦。那后来就进到佛像铸造厂，一样是做雕塑啦，做模具啦，这样子。那个时候我跟老师傅已经有在接触了，他知道我在偷偷学他，故意放了一个样品在我的工作的地方。我用了3天的时间把它，你给翻译翻译，什么叫惊喜？惊喜就是3天之内杀了你。我用了3天的时间把它学起来，就是赶紧做，赶紧做这样。这尊是有复制起来的，后来放在一个特别的朋友那边。这张就楼顶屋了哦。我工作的地方就这么大，雕像的前面是床铺啦，右手边就桌子，然后就是门，没有什么设备，生活都很拮据啦。脸皮很厚，就跟人家讨嘛。工厂里面有什么不要的，我就把它搬回来啦。什么架子啦、木板啦，都自己在。那这个像酱油瓶的东西是什么？这个？那个是那个桌子就是厨房。老师傅的房间比这个还小的。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自修。我自修一直维持着，然后我找到想要的题目之后，我就持续练。我后来就常常成为一些工厂的黑牌啦。什么是黑牌？黑牌就是做完作品，然后卖给别人使用啊，这样子。别人只要签名就好了，这个都是黑牌。我做了不少。这个不算丢脸啊。那个时候就是为了生活，然后当黑牌这样子。这一张是我后来就搬去好一点的套房，就是在忠义路那边。客厅就是工作室，还不错哦，地方比较大，也住了6、7年之后嘛，你才出生啊。这个期间的作品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期间的作品很特别，真的很特别。你看一下这一张就眉清目秀，嘴巴没有毛，现在没有，看起来就不像艺术家啦，也不像艺师啊。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小有名气了。大家就称作叫做笑脸抓。这个时期我也很困扰，因为我的外表就是太嫩、太年轻了，很容易被杀价、被不信任，所以我要在作品要很用心在作品上面。这个应该要下一集再说，这样子。你先讲一点点好了。好，那下一张。好，我先说一下这个时期的作品，跟楼顶屋那边有很多的不同。有很细致、很大胆，像是人像、雕像这样子。我是头一次尝试那种拧针。我说过，我最拿手的就是西洋雕像。这个是善行寺老和尚的雕像。我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，就用了很多心思哦，趁老人家还在的时候去拜访他，去访问他啦，然后去做生活的笔记啦、拍摄啦、模拟相片啦，完成之后就把他送到现场，跟他本人比对看看。大家看完就觉得跟老和尚本人都差不多嘛。老和尚也说，好像跟照镜子一样哦。这些呢都是工作室一部分的重要的记录啦。今天差不多先分享到这边，下一次再去分享更多的故事。最后给大家看一张我年轻时候最嫩的样子，这个就是少年菜的故事啦。所以现在是因为是这样，也就是过去曾经有少年蔡师傅之称的蔡13。对，你还有一句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分享，要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开小铃铛哦。下回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